美国专家们称，我军很可能会以美国航母为目标进行打击。美媒放出狂言，击沉一艘美航母至少需要100架轰六。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伴随着美国新任领导人的上任，美国方面针对近日中国军方派出8架轰6K 轰炸机以及护卫战斗机向台海方面飞行一事进行了分析。一些美国专家均认为，我军的此次行动是对美国航母的一种警示，因为在此之前，美军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刚进入中国海域周边进行活动。至此，专家们表示，这暗示了我国军方很可能会以美国航母为目标进行打击。实际上，美国专家如此认为并不难理解。我军同时派出8架轰炸机，虽说不是第一次，但却是罕见且不寻常的。一方面，自然与以往的战斗机在台海西南空域上空飞行的意图不一样，针对台海及美国非常明显。不过，当前我国方面并未对此进行过回应。另外，这些能够携带鹰击12反舰导弹的轰炸机，向来都在从事打击类似于罗斯福号这种航母的训练。当然，也或许这样的可能性不大，但至少证明了我国已经不再打算继续容忍台海及美国的任何挑衅举动。另一方面，8架轰炸机的飞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证明了我军是完全有能力组织的一次多机打击的。真要是对台海发起攻击，很可能就会看到这样的情况。不过，倘若顺着专家们的角度来看，我军或许会以航母为打击目标，那么击沉一艘美国航母需要多少架轰6轰炸机？面对这一问题，美媒此次也在相关报道中把话挑明了。文章中举了个例子，在冷战时期，苏联曾专门部署了能够搭载导弹的轰炸机，比如像图95以及图16等。如果需要与一个美国航母战斗群作战的话，苏联人曾指出至少需要100架轰炸机。巧合的是，我国的轰6轰炸机正好是在苏联的图16的基础上改良出来的。如此说来，既然苏联人在当时需要100架轰炸机跟美国对抗，那么中国很可能也需要100架轰6轰炸机才能与美国正面较量。虽说我国人清楚轰6以及鹰击12反舰导弹类似于苏联的轰炸机和导弹，但意识到今天的中国同样也需要上百架轰6的现实情况，仍是令我国人万万没有想到的。如果一艘美国航母需要100架轰6，那么美国海军共拥有11艘航母，剩下的10艘航母战斗群该如何呢？对此，其实我们不必太过于担心或者失望。真的到了需要用轰炸机攻击美国航母的时候，我军根本不需要完全将美国航母击沉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就如在文章的结尾，美国人所说的那样，美国太平舰队只有5艘航母，中国仅需要发射几枚导弹就能够对1艘航母造成伤害，而只要是损失其中任何1艘航母，就足够构成政治危机，无需击沉，能够使航母瘫痪就已经达到目的了。美国海军11艘航母在世界上确实是非常强大的存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航母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截至到目前，海外疫情累计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个亿，其中美国确诊病例达到2651万，印度确诊病例达到1073万。然而病毒仍然在全球蔓延，如今1年的时间过去了，一些国家还要承受第2波疫情的折磨。相比之下，最早发现新冠病毒的中国，至今累计确诊人数刚超过10万。另外，在防控疫情方面，我国只用了3个月。这不禁让很多外国媒体疑惑，为什么中国能够成功抗击疫情？近期，一位知名问题专家兼美国教授马丁·雅克发布了一篇视频，分析了中国抗击疫情成功的关键原因。其实，回顾其他国家在防控疫情上与我国差别，就能明显看出，在爆发疫情的第一时间内，中国国内所有民众都能够迅速拧成一股绳，政府与人民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和谐，有协作，同时也有理解，政府与社会也是这样。反观，这样的情况在西方却根本没有出现。就拿美国来说，最早国内出现疫情时，当时的领导人特朗普对外透露的是新冠只是普通流感，不需要佩戴口罩。民众也均认为后来的居家隔离是在剥夺他们的自由，是不合理的。他们将国家当成敌人，视为遥不可及的势力。至此，雅克教授认为，中国人将政府视为理想中家的一部分，而这次疫情则是几十年来对这种关系重要性最佳的展示。
但是西方国家却不存在这样的关系，很多美国人潜意识里认定政府是敌人。正因如此，这也是为什么至今为止，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仍然备受疫情折磨的原因。倘若政府和人民步调一致，结果将完全不一样。举个例子，此前武汉爆发严重的疫情，我们国家以极高的效率安排了上百万人接受检测，全国各地派出医疗工作者赶来支援，民众也听取国家的安排居家隔离。可见中国人民理解当下的形势，政府也就只需要认清局势，定下策略，所以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控制住病毒继续传播。或许对西方国家来说很难理解这种家庭概念，但在大流行期间，认识并学习到这种观念将对社会非常有益。在这一次的视频中，雅克教授阐述自己的观点后，受到很多外国网友的点赞，称其分析得太到位。不少网友还感叹道，事实胜于雄辩，用科学、理性以及团结互信来抗击疫情，是当前西方国家最需要的。确实，在中国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国是大家，家是小家，有国才有家，这就是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信仰。美国倡导的文化渗透，在中国悠久历史文化面前，不过是班门弄斧。这位英国教授自然看得很清楚。中印边境局势，印度畏畏缩缩的样子，为什么却把美国急得跳脚？事关中国，美国要向印度打出糖衣炮弹。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到目前为止，印度方面仍气势汹汹，到处宣扬自己对我国的强硬态度。然而，印度所面临的真实局面如何，外界都心知肚明。不断部署大量的军事力量到边境地区，也就是装装样子，不敢真的对我国发动攻击。但印度这畏畏缩缩的样子，倒是一度把美国急得跳脚。距离中印边境发生冲突事件已经过去好几个月，随着事态的发展，至今都没有出现美国人想要的结果。美国之所以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一直站在印度的阵营里，压根儿就不是为了什么盟友情，而是想借着印度对我国进行打击。可以看到，从去年开始，美国对印度的怂恿就没有停止过，多次就中印边境问题进行炒作，编造各种谎言来制造印度国内的舆论浪潮，提供武器装备以及情报消息等，以支持印度向中国动手。回想起这段时间以来美国的动作，该国鼓动战争的意图非常明显。对于美国这么做的原因，实际上不难理解。一方面，美国对我国近些年来的发展非常眼红，借印度的手不用自己动手的同时，还能坐收渔翁之利。另一方面，虽说如今的美国还是全球霸主，其军事实力占据第一，但早已无力独自面对我国。近日，美国军事网站就发布了一篇文章，在该文章中明确表示，与冷战时期相比，在当前环境下，美国缺少足够的经济和资源。疫情期间，面对在国际上影响力不断降低的美国，中国恰恰相反，多个亚洲国家开始尝试发展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就拿疫苗来说，亚洲多个地区的国家领导人都亲自接种疫苗，用这种方式告诉外界中国疫苗的安全。反观美国疫苗，连民众都不愿意接种，而接种疫苗的人更是出现头晕、呕吐以及其他现象，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此，美国深知非常有必要与这些亚洲国家接触，拉近关系，共同遏制中国的发展。于是心生一计，盯上莫迪，谁让印度还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关键角色。这也就是为什么印度多年来一直想要与美国拉近关系，直到今年美国才回应的原因。不过，美国也给了印度一点甜头，比如同意印度之前提出的114架 F-15EX 庞大航空订单，多次强调美印关系至关重要。当然，糖衣炮弹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印度。自认为对华强硬、有美国支持的印度，或许现在还不清楚自己在美国眼里是什么。至此，这对我国来说或许有点麻烦了。印度这么个难缠的国家，不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还真摆脱不了。既然如此，不如等到印度把自己的后路做没。